1936年5月1日，这个时间对于当时的天津人来说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当天清晨，在大直沟附近海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远远地发现，河心中晃晃悠悠地漂浮着几具尸体。起初，人们还以为是不小心掉入河中淹死的路人，或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跳河自尽的人。直到大直沟救生会的成员将尸体打捞上来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些浮尸大有来历呀。根据法医检查后的结果显示，这些浮尸虽然都是淹死的，但其中却明显有3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是近期被淹死的，尸体完整；第二种是早就淹死，沉于水底，就近漂浮起来的，尸体已经腐烂了；第3种则是在死后被转移到海河里面的。这些尸体的死因各不相同，给当时的案件笼罩上了一层迷云。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清晨，人们都会在这一带发现浮尸。这些浮尸就这么缓缓地从上游顺着河流往下飘进城里，接二连三，捞都捞不过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围观着，并且天马行空地猜测起来。有的说这是不祥之兆，也有说是河妖作怪的。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从1936年5月1日至8日，共发现浮尸67具。在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浮尸，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异端传说更是令人心惊肉跳。随着将浮尸一具具打捞上岸，此时在海河中所出现的浮尸多达300具。面对这种局面，天津市警察局以及五河水上警察局首先开始调查。5月14日，3艘汽船承载着重要的任务，分别开赴北运河、南运河和大清河。他们到那里是为了查清上游有浮尸出现，如果上游出现浮尸，就在当地进行打捞，免得尸体漂浮到下游，影响天津市区的社会治安。而查看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在这几条河面上，此时的河水很浅，船只无法行驶，也淹不死人。看来这些浮尸肯定是在天津市区的某一段出现的。那么这些尸体从哪里来的呢？警方安排了大量的警力去排查各种来源，陆地自行车队每天沿着河沿巡逻，用于侦查海河浮尸的各种来源。1936年5月16日，警局传出消息，表示这些浮尸是吸食白粉的乞丐互相残害所致。这些乞丐在夜间发现毒瘾发作而不能动弹者，就将其拔去衣服，将其推入水中，漂浮在闸口一带海河水面上。这种解释似乎给予了浮尸案一个合理的回答，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浮尸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的趋势。1936年5月18日，人们在海河上先后2次发现了浮尸，一次是在清晨共7具，一次是在下午也是7具。警察署也找不到浮尸增加的理由。就这样，海河浮尸成为1936年5月金门的一团迷雾，似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转眼间，时间到了1937年4月，此时的京津地区已经能够隐约地感受到日本全面侵华的气息。天津地方当局和新闻媒体对日本人都有所忌讳。就在这个月，人们在海河上又发现了大规模的浮尸。根据调查，这次的浮尸来源于金刚桥，与上一年不同的是，里面添了许多吸毒的人。警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搜寻，终于在1937年5月8日下午3点，在龙王庙毗邻日租界的地方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当时的电话2局后门有个夹道，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是某租界闸口街，街内有许多吸白面的乞丐，毒瘾发作后就会倒在这个地方。当时侦缉队在龙王庙河沿地方发现有人正在搬运6具尸体，其中2人当场被擒。这2名被捕获的弃尸犯分别名叫孔昭元，山东人，44岁；杨翔，天津人，28岁。他们当时正在转移6具尸体，其中的1具所谓尸体还活着。据2人交代，他们是受人指使将尸体转移到海河河边，但拒绝承认将尸体抛弃到海河中。虽然这种说法为1年来海河浮尸案的部分尸体找到了证据，但却难以平息社会上的种种传言。孔昭元、杨翔分别被判处5年徒刑。当时也有传闻，
孔杨二人只是替罪羊拉尸之举，实属无奈。尽管转移尸体的2个人被抓住，但是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疑点无法忽略，那就是这么多腐尸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打扮的是劳工模样，而且这部分人大多是被活活淹死的。如果吸毒的人都是死后被转移到海河的，那么被淹死的这部分人又是哪里而来的呢？并且在2人落网第2天，大直沽又发现了3具尸体，那这3具尸首又是哪里来的呢？不仅如此，根据地方报道，从1937年4月6日到1937年5月10日，共计发现海河浮尸93具，而日租界向地方汇报的数字仅仅有36具，2个数字相差很大。同时，日租界还开始大规模搜捕乞丐，并将乞丐带回处理，这些更引起了市民的恐慌。日租界究竟在隐藏什么秘密呢？时间一眨眼到了6月，事件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当天，警察从海河里捞出了6具尸体，发现其中1人尚有疑似气息，立即送往一所医院急救。经抢救，此人恢复知觉。于是，历时1年的浮尸案终于真相大白。这个被救活的人名叫贾水季，30岁，初大烟，毒瘾很大。他交代说，1年前他跟一大群农夫劳工从内地来到天津日本租界打工，在日租界里有一个日本人开设的休养地，这里有的是鸦片烟和海洛因，只要有钱就可以尽情享受。他所能记起的最后的事情就是在那儿向一个女孩买了些含有海洛因的香烟，抽过之后便什么也不清楚了。再一转眼就到了这里了。根据贾水季的交代，警察当局随即做了进一步调查，最后发现的真相更是让人痛心疾首。海河浮尸中有很大一部分竟然是日本人在天津日租界里经营的毒窟中的牺牲者。经营毒窟的日本人以鸦片和海洛因引诱毒害中国人，并大发奇财。每待吸食者中毒而死或抽得神魂颠倒时，就将他们的钱掏光，衣服扒掉，一个个扔进海河。那些没有死去的吸毒者，由于吸食毒品大多虚浮无力，也根本无法回到岸边，只能在河中慢慢等死。如果遇到海河结冰，日本人就开凿冰窟，将数以百计的吸毒者丢下去，尸体在夜间被抛入海河后，次日天亮后都飘入了大海。那些被发现的浮尸实际上只是大批牺牲者中的沧海一粟。这个惊天的发现让所有人都震惊了。然而真相远不仅仅如此。根据延安所出版了《解放周刊》所披露的真相，这些所扔下去的吸毒者，大部分竟然是作为一个幌子而已。1936年2月以来，天津的日本侵略者修筑了河东东局的兵营。1937年春，又修筑了金东李明庄兵营。在兵营内筑有炮台和地下工事。为了兴建这2个工程，日军招募了一批中国劳工。竣工后，担心军事机密泄露，于是痛下杀手，先将中国工人打昏，然后通过大口径的下水管道冲入海河淹死。同时，为了隐藏事实的真相，他们将在日租界白面馆吸毒致死的人投入海河，以混淆视听，故而海河的浮尸中才会有那么多的被活活溺死的健康劳工。警察当局虽然查清了浮尸案的内情，却对日租界里的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暴力行为无能为力。于是警局只好责令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设立一些廉价的招待所，专门接收从关内或内地来天津打工的农民劳工，禁止他们进入日租界，并组织他们做工直到攒下回家路费为止。在海河浮尸案发生后，有记者曾采访过天津地方史专家许杏林先生。据许先生介绍，当年他才10岁，小时候他经常到海河边上玩耍。当时由于浮尸案件闹得人心惶惶，各种流言，所以当时家里人不允许他到海河边上玩耍，甚至不让他出门。年幼的他没有亲眼见到浮尸，但听大人们讲过此事，至今记忆犹新。毕竟那么一桩可怕的金门往事是难以被时间磨灭的。如今海河浮尸案已经过去数十年，日租界也不复存在，但是这段悲伤又无奈的往事却会一直镌刻在天津人、中国人的记忆中，永不消散。
日本犯下的罪行无法被原谅。同时，我们也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强大。